嘿，你发现了吗？你每次用美国信用卡在境外消费，都被偷偷收走了3%的境外交易手续费 （Foreign Transaction Fee）。听起来好像不多，但如果你在欧洲玩一趟，吃吃喝喝、买门票，再加上在中国国内电商购物几次，那可是几十上百刀就这么没了。那今天我们就来一次彻底的拆解哪些美国信用卡有 Foreign Transaction Fee 这个境外交易手续费，哪些卡又能免手续费最划算呢？看到最后我还会教你一个避坑技巧，能让你在境外消费跨币种刷卡时再也不被银行收智商税。我是财喵，在纽约，关注我，陪你搞懂美国理财生活，省心省钱，少走弯路。好，我们先来搞清楚到底什么是 Foreign Transaction Fee。简单说，这个费用是银行在你用美元以外的货币消费时加上的额外费用。比如你去日本买个玩具，在法国买个包包，甚至在美国用一家境外网站买东西，比如淘宝比如加拿大航空官网，系统一检测到是 Foreign Merchant 境外商家，就会自动收取这笔费用。通常这笔费用是交易金额的1%到3%，其中1%是 Visa 或 Mastercard 的网络转换费，另外2%是发卡银行加的。举个例子你在巴黎刷了100美元的等值欧元，账单可能显示103美元，那多出来的3美元就是 Foreign Transaction Fee。听起来不多，但要知道这3%根本没有任何价值，就是白送银行。而且更坑的是，即使你人在美国，只要商家系统在境外注册，也可能判定为 foreign transaction。所以避开这个手续费才是聪明持卡人的基本功。好，下面进入重点环节，我这次帮大家把美国主要银行的政策都扒清楚了。从 Chase 大通银行开始 ，Chase 的卡片阵营很庞大，像 Chase Sapphire Preferred 和 Chase Sapphire Reserve 这些旅行Premium 卡全都是不收境外手续费的，但它的 Freedom 系列，比如 Freedom Flex、Freedom Unlimited 这种返现卡都有3%的手续费。总结就是，想海外旅游刷卡就选 Sapphire， 在美国境内拿返现就选 Freedom。然后说到 Capital One，他们家非常的佛系，无论是返现系列还是高端旅游系列的卡片，他们家全部都是不收境外手续费的。像 Venture X、Saver、Quicksilver 这些热门卡都是零手续费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留学生在美打工人很喜欢办 Capital One 的原因之一，回国刷卡也非常安心。下面是 Citi 花旗银行，他们家就复杂一点，大部分普通卡，比如 Citi Double Cash 都会收3%的境外交易手续费，但他们的旅行卡除外，比如 Citi Advantage Platinum Select 或者 Costco Anywhere Visa by Citi， 这些都是不收的。因为主推的特色是旅行福利，如果境外旅行还要再收你钱，那就和他这个营销思路背道而驰了。美国银行的信用卡也是走类似的结构，像 Premium Rewards、Travel Rewards、Travel Rewards for Student 这几张高端卡或者旅游返点卡都是不收境外交易手续费的，但普通返现卡，比如 Customized Cash Rewards 和 Unlimited Cash Rewards 都有3%的手续费。另一家所有卡都免境外手续费的发卡机构就是 Discover， 他们家一直以来就是秉持着免境外交易手续费的政策，但要注意 Discover 在某些国家的商户接受度比较低，比如欧洲和日本，所以理论上零手续费，但能不能刷得出去还是看当地的商户支不支持 Discover。 那下面说到贵族路线的美国运通 American Express， 他们家主打的 Green、Gold、Platinum 卡还有大部分航司酒店的联名旅行卡都是不收手续费的，但 Blue Cash Everyday、Blue Cash Preferred 这些日常返现卡依然有3%的境外费用。如果你出国频繁或者经常网购海外商品，值得申请让 Amex Go 或 Platinum 更划算一些。Wells Fargo 富国银行的卡比较混杂， Active Cash、Reflect 等普通卡收3%的境外手续费，但像 Autograph Visa、Bilt、Mastercard 这些则是免去手续费。对于 Wells Fargo 来说，我们还是在申请前提前查一下官网信息，因为卡片种类和系列非常繁杂，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规则。US Bank 也叫全美银行，也是热门的发卡银行之一，他们家大多数标准卡都有最高3%的手续费，但他们的 Altitude 系列Altitude Reserve 和 Altitude Connect 都是免 Foreign Transaction Fee 的。总结一下 US Bank 的规则就是只要是 Altitude 就安全，其他卡多半要交3%。现在你知道哪家银行哪些卡会坑你3%，哪家不会，但我还要提醒大家一个更隐蔽的坑，那就是商家主动提供的 Dynamic Currency Conversion 动态货币转换。
比如你在巴黎刷卡，店员问你或者显示屏上显示你要以美元还是欧元结账。大部分人觉得美元结账更方便，但其实这是个坑，因为如果你选美元，商家会自己换汇，还加上隐币的汇率差，会比银行的官方汇率贵好多。即使你用的是无境外交易手续费的卡，仍然会被坑在汇率上。所以记住，永远选择当地货币支付。最后，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。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关注财喵，看更多美国信用卡干货视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